2025年6月，印度外交秘书唐永胜紧急飞往北京，请求中国放宽稀土出口管制。与此同时，东京的工业生产线也正因稀土断供陷入瘫痪。顶着垃圾佬的名誉，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囤垃圾，前后忙活15年之久的日本，本以为终于能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结果到头来发现稀土独立梦并未实现。那么日本花了15年时间在干嘛？稀土，一种堪称工业维生素的神奇材料，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土气，但它可是名副其实的高科技血液。没有它，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瞬间就会瘫痪，比如手机里能让扬声器发出美妙声音，让马达产生细腻震动的关键部件，汽车电机里那个强力又小巧的心脏永磁体，甚至精确制导武器的瞄准系统，都极度依赖稀土元素的特殊性能，特别是那些磁性超强、耐高温的重稀土。一辆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电动汽车，肚子里就可能藏着2到4公斤的稀土磁体，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对现代工业而言，稀土的重要性无异于工业的生命线。换言之，谁掌握了稀土资源，便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现代工业的命脉。反之，则会因为稀土的稀缺，导致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处处受限。日本的科技实力世界闻名，但这样一个站在产业金字塔尖的国家，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软肋，它脚下的土地几乎挖不出什么像样的矿产资源，稀土更是近乎绝迹。日本庞大的高科技产业链，从最基础的元器件到最高精尖的终端产品，就像一架极其精密的仪器，而稀土元素就是这架仪器里一颗颗微小却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一旦这些小零件供应不上，整台机器就有停摆的风险。2010年的那场风波，就如同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让整个日本产业界都感到了切肤之痛。当时稀土供应几乎中断，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最高的时候甚至涨了让人瞠目结舌的20倍。工厂的生产线不得不慢下来，甚至彻底停下。一位经历过的业内资深人士曾忧心忡忡地私下感叹，别说长期断供，就算只停个3天，咱们这条赖以生存的产业链恐怕就得崩盘。这句话道尽了日本面对资源困局时那份深深的无力感和危机感。这种资源上的先天不足，深深刺痛了日本的神经。你可能很难想象，像丰田、本田这样在全球呼风唤雨的汽车巨头，索尼、松下这些电子产品帝国的掌门人，他们的成功基石竟然如此脆弱地基于千里之外的一条供应链上。全日本有几十家专门加工稀土的核心企业，就像这条产业链上的关键齿轮。2010年的风波里，至少有超过一半的齿轮因为原料短缺而停止了转动。这次危机就像一记响亮的警钟，让日本彻底清醒。无论他们在技术研发上多么尖端，在管理上多么高效，只要关键的稀土被卡住脖子，所有的辉煌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摇摇欲坠。这不是简单的成本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能否正常运转的生死线。于是在2010年，日本人开启了一场稀土独立运动。2010年的深秋，东京丰田车间的流水线突然熄了灯，就在刚才，车间广播里传出中国暂停稀土出口的消息。谁也没想到，一块比指甲盖还小的女铁硼磁铁，竟能让整个国家乱了阵脚。短短3周，稀土价格从每公斤30美元飙到600美元，汽车电机厂、相机镜头商、风力涡轮机车间像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停工。松下紧急抽调工程师拆解旧电视回收磁铁，索尼甚至派人去秋叶原二手市场扫货，报废手机。可拆出来的稀土粉末只是杯水车薪。这不是危机，是战争。经济产业省会议室里，日本资源科长一拳砸在战略储备报表上，报表显示日本库存仅够60天，而中国掌控着全球 97% 的重稀土产能。当夜，首相官邸亮起长明灯，1058亿日元的稀土突围计划在凌晨4点敲定，国家储备从60天拉长到半年，像备战粮仓般堆满北海道的秘密仓库。三菱商事铸有金属的勘探队带着空白支票飞向蒙古戈壁、巴西雨林，甚至远赴哈萨克斯坦的废弃矿山。日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稀土独立运动。除了以上4处求购行为外，日本人最疯狂的莫过于城市挖矿行动。在茨城县郊外的回收工厂，工人们戴着防毒面具，把成吨的旧硬盘、空调压缩机扔进粉碎机。强酸池里翻滚着绿油油的泡沫，信越化学的工程师盯着仪表盘苦笑，每提取1公斤锑，成本是中国的3倍。取代稀土的技术突围同样让日本人焦头烂额。大阪特殊钢的博士团队为研发无稀土磁铁，连续3年泡在2000摄氏度的熔炉旁，终于造出了试验品，装进本田混动车上路测试。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磁体在50摄氏度高温下磁性衰减，汽车像哮喘病人般在坡道上突突颤抖。传统磁铁能扛150摄氏度，我们连一半都达不到。项目组长在报告里遗憾写下耐久性不足的批语。
这场自救行动随着一场深海大发现彻底迎来高潮。日本媒体欢呼海底发现1600万吨稀土矿。他们不知道的是，稀土矿藏于深海之下，日本的深海勘探队的潜水器在南鸟岛附近5500米海沟被水压挤变了形，更不用说下潜至深海开采。更让企业崩溃的是，囤积的矿石根本用不上，越南买来的原矿运到北九州港口，工人却对着成分表挠头，因为缺少来自中国的稀土提取技术。最后，成堆的矿石只能在梅雨季里长出红锈。当初雄赳赳的稀土独立宣言，到头来终究成了一句空话。日本政府这些年没少在稀土问题上折腾，可现实却像一盆冷水，把摆脱中国依赖的美梦浇得透心凉。表面上，他们囤积的稀土矿砂堆满了港口仓库，看起来颇有家底。可一到生产线开动的时候，这些宝贝疙瘩就尴尬的卡了壳。问题出在最后那道精炼的坎儿上。全球 92% 的中重稀土精炼产能牢牢攥在中国手里，这可是核心技术活。日本囤的那些矿石纯度不够，自己又玩不转复杂的提纯工艺，结果只能在码头风吹日晒，眼睁睁看着它们生锈贬值，跟守着金山却挖不出金子一个道理。经济产业省内部报告也认了账，重稀土100%还得看中国脸色。囤矿容易，可囤不住技术密门呢。当年被中国稀土断供吓破了胆，日本满世界找备胎，印度就成了他们押宝的重点。2012年双方签了个大单，印度拍胸脯保证每年给日本供1000吨稀土，东京方面乐得合不拢嘴，以为抱上了金砖。可这买卖干了10几年，慢慢就透着一股杀猪盘的味儿了。因为印度自己那点产量根本不够塞牙缝，他们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偷偷从中国低价进口稀土原料，简单捣鼓几下，转手就加价 25%， 甚至更多卖给日本。2024年数据更讽刺，印度自个儿才挖了2900吨稀土，出口量却飙到4000多吨，多出来那部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货借到印度，日本人花着高价买的还是中国货，这去中国化的算盘打了稀碎。2025年6月，这层遮羞布被彻底撕破了，印度那边突然变卦，单方面断了稀土的供，日本工厂直接傻眼，流水线说停就停，汽车电子这些看家产业瞬间瘫痪，短短几天就蒸发了18亿美元的产值。这场闹剧让日本企业欲哭无泪，折腾10几年，花大价钱搞来的稳定供应链，原来命根子还是捏在别人手里。印度这个二大贩子一撂挑子，自家后院立马起火。所谓的多元化采购在现实面前脆弱的像层窗户纸，所以别看日本囤了10几年矿，捡了10几年技术垃圾，真到了节骨眼上，产业链的根还是绕不开中国。说到底，稀土这场大国博弈，终究答案不在仓库里堆着的矿石，也不在实验室里的替代品，而在于谁能真正掌控从矿砂到高纯材料的全套技术链条。中国的冶炼炉里烧出来的不仅是稀土产品，更是难以撼动的产业话语权。日本这场昂贵的稀土独立梦兜兜转转10几年，终究还是得面对这个绕不开的现实。当印度撕毁合同，深海矿藏遥不可及，回收技术成本居高不下时，日本最终不得不转向中国重启谈判。至于稀土独立，从始至终也都是日本人自己的美好幻想而已。日本正在寻求第3次开国，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压过中国，重新称霸东亚。10月5号，日本新上任的防卫大臣木原忍刚刚被提拔，就急匆匆地会见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而且这次双方讨论的话题也非常敏感，因为木原忍正在竭尽全力从美国引进战斧导弹，如果这计划成功实行，日本的军事能力将被大大增强。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做出这种令人紧张的举措了。自从本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就不断突破各国底线，不停地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客这一系列令人啧舌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他们第3次开国的野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人将明治维新说成是一场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其实是有些欠妥的。因为明治维新并没有局限在政治方面，更没有全盘采纳西方人的发展经验。比如，日本社会虽然经历了一轮改革，设立了像国会这样的民主机构，在那之后，国会也通过了宪法，国民的权利似乎是得到了保证。但是日本宪法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要维护天皇的权威，就连宪法和所谓的国会都是在天皇的恩典下设立的。因此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许多人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发展称之为日本的第1次开国。实现了第1次开国之后，日本很快就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这两场战争最终都与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而这个结果也将日本的军国主义推向了高潮。当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走向狂热之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也就难以避免了。于是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军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日军的确在初期占到了一些便宜。但当美国庞大的工业机器开始运转之后，日本军队面对的战况就开始急转直下了。到了1945年的时候，日本军队根本无力再战了，他们除了投降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当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令日本人格外骄傲的第一次开国也就随之结束了。平心而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国的确使他们走向了世界，但是由此所带来的军国主义恶果却给亚洲各国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结束之后，整个日本都是一片断壁残垣的景象，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国家将迅速从废墟中崛起，实现他们的第二次开国。二战之后的欧亚大陆几乎都是一片废墟，美国为了断绝日本人再次发动战争的念头，也开始着力推动日本实现政治民主化。但就在这个时候，朝鲜半岛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人民军一路节节胜利，这让美国人极为不安。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势力在东亚扩大，美国几乎立刻制定了一系列入侵朝鲜半岛的计划。而这个时候，前线的美军也需要一个后勤补给基地，日本刚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美军进入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国内的各个工厂企业迅速开足了马力，为美军提供生产保障，而这相当于再次给日本的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大量的日本人前往海外购买资产，一时之间，全世界都是日本投资客们的身影。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当时的日本商人一度买下了美国全部地产的 10%。似乎当年日本人通过武力没有实现的目标，就要被他们以商业的手段实现了。因此，美国国内的资本财团也开始疯狂给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当局增加对于日本投资客的限制。于是，一张针对日本经济的大网也被徐徐拉开了。1985年9月，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财政部长聚集在纽约的广场饭店，随后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日元将在之后实现升值，而美元则会相对应的贬值。这份协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广场协议。此时，许多日本人还没有明白过来，这份广场协议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日元的快速升值，许多由日本出产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日本经济的发展脚步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迎来的良好发展局面就这么被美国人硬生生地打断了，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日本人也集体堕入了失去的30年。对于日本人来说，当他们的财政大臣在广场协议上签下姓名的那一刻，他们国家的第二次开国就已经结束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直到今天，日本人也没有走出来。前两次开国给全日本社会造成的强烈冲击，也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尽快实现第三次开国。而这一次，日本人的目标是称霸整个东亚地区。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就有日本学者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次开国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没有太多具体的阐述，但它的目标是十分清楚的，让日本重新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小泉纯一郎到今天的岸田文雄，每一位日本首相都不断致力于发展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推动之下，日本甚至废除了合并宪法中永不再战的条款，实现了对军事力量的解禁。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将安倍晋三政府看作推动日本再次实现军国主义的元凶首恶。不过，日本要想实现第三次开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麻烦，就是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一直在扶持日本和韩国，但对于日本这个曾经与自己交战过的强劲对手，美国人还是时刻保持着提防的心态。所以，尽管日本已经被美国政府当成了所谓的亲密盟友，但驻日美军丝毫没有要撤走的迹象。美国人这就相当于在日本的脖颈上套上了一条锁链。而日本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开国，就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但这一点恰恰又是美国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另外，从经济体量和国土资源等方面来看，日本在近代以来的2次崛起带有不少偶然的因素，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国家只是一个位于东亚地区的小国。
目前，日本政坛上的部分政客幻想着依靠美国实现第三次开国的目标，其实是根本没有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从始至终，美国都不是真的想帮助日本实现崛起，日本对于美国来说也只是一个趁手的工具。虽然日本的新任防卫大臣木原忍看似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打成了一片，但美日两国的貌合神离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从短期内来看，日本政客们并不会放弃实现第三次开国的目标，因为他们当中仍然有一些人沉浸在过去军国主义的旧梦里无法醒来。但历史和现实总会给他们一个恰当的答案。